你知道你吃进去的食物是怎么转化成便便的吗？你知道食物会在你的身体里经历哪几个阶段吗？当我们把食物送进嘴里，会用牙齿进行简单反复的咀嚼，这时我们的嘴巴就会分泌消化食物的淀粉酶，咀嚼的次数越多，分泌的消化酶会越多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分解。第二个阶段就是食管，把我们充分咀嚼过的食物通过吞咽的方式让食物进入食管。食管可不是一根普通的管子，它有独特的抗反流作用。正是因为这个能力，食管能通过蠕动将食物送入下一站，我们的胃。这里可以算是食物的再加工集中营，因为胃里含有大量的胃酸和胃液，而且胃是可以自己蠕动的。这样一来，送到胃里的食物便会在胃里进行第二次粉碎，并且被胃酸进行二次消化和分解。经过了胃部充分洗礼的食物将会进到下一站小肠。小肠是真正意义上食物被消化和吸收的地方，食物里的营养成分都是在小肠里通过小肠液的溶解，最后被小肠吸收的。人类的小肠一般长度在5至7米左右，食物在经历整个消化吸收的这个过程时，会在小肠停留6至8小时。当食物中的营养被吸收完毕，剩下的就是垃圾了。这些垃圾会被直接运到最后一站食物垃圾处理站大肠。在这里，食物残渣的最后的水分会被大肠吸收掉，然后剩下的物质便形成了大便。有些便秘的人呢，便是大肠将食物残渣水分全部吸收干净了，所以才会引起的大便干燥。为了不受这样的罪，平时大家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。随后这些食物残渣会被堆积到乙状结肠，等堆积到一定数量，就会有强烈的便意，这时候你就需要尽情的排放就可以了。